这是世界上最接近天空的宫殿。今天，这座宫殿耸立在神秘的世界屋脊之上，耸立在圣城拉萨，在青藏高原纯净清澈的阳光照耀下，散发出动人心魄的华丽壮美。300多年前，这座宫殿的重建者五世达赖喇嘛曾经赋诗赞叹：“相等帝释美妙宫，罗刹王威诚相同。”意思是说，它的美丽如天上地势的宫殿一般，它的庄严堪比罗刹王的城堡。它美轮美奂，至高不二。它盘根错节，从红山的岩石上长出，向澄净的天空中舒展。它是神圣的，却从没有离开过这俗世红尘。让我们回到1300多年前，去认识那位布达拉宫最初的建造者，他就是第33代藏王松赞干布。位于西藏自治区墨竹工卡县的甲马乡，据传说是松赞干布的出生地。这位西藏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年仅13岁就继承了王位。在之后4年的时间里，精力旺盛、雄心勃勃的少年藏王平定了内乱，征服了青藏高原的各个部落。公元633年，年仅17岁的藏王松赞干布迁都拉萨，在形似一头安卧的巨象的红山上，修建了自己的王宫。在这里，他创制藏族文字，引进大乘佛教，并制定了一系列法律、行政、军事以及度量衡制度，以拉萨为中心，建立起强盛的吐蕃王朝。为了巩固政权，他先后与相邻的尼泊尔和中原汉地联姻，并扩建后宫，来迎娶尼泊尔的赤尊公主和大唐的文成公主。据史料记载，当时的布达拉宫共有999间房屋，无比稀有，美丽堂皇。松赞干布是第一位从印度引佛法入西藏的君主，在藏人的心目中，他就是西藏的永恒护主，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于是，他所居住的宫殿，自然也就成为了观世音菩萨的道场。观音道场，就是藏语布达拉的真实含义。今天的布达拉宫，
已经成为了信仰藏传佛教的信众们朝拜观世音菩萨的地方。而这个最早来源于古印度梵语的字词，汉语的音译称为普陀。从松赞干布建造布达拉宫至今，已经1300多年了。布达拉宫的命运，似乎也和整个西藏地区的盛衰兴亡紧密联系在一起。伴随着当时吐蕃王朝的统一和兴旺，布达拉宫曾经在红山上屹立了2个多世纪的时光。但无论是英明神武的松赞干布，还是他雄伟庄严的王宫，都逃脱不了无常的宿命。到9世纪中叶，统治西藏200多年的吐蕃王朝4分5裂。在此后的600多年里，随着西藏的政治中心移至萨迦，布达拉宫也在岁月的磨砺中被逐渐淡忘，日趋破败。公元1642年，藏传佛教格鲁派首领五世达赖喇嘛，在蒙古赫硕特部首领固始汗的武力帮助下，成为西藏地区新一代政教合一的领袖。这是位于拉萨远郊的哲蚌寺。五世达赖喇嘛的前半生就是在这里度过的。与松赞干布一样，历世的达赖喇嘛也都被藏人看作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显现。他命令在红山上重建观音道场布达拉宫。这一次重建始于公元1645年，3年之后，完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白宫部分。这就是位于白宫顶层的昔日光殿，它是5世至12世达赖喇嘛生活起居的地方。1652年，35岁的五世达赖喇嘛就是在这里，率领3000名僧俗官员，远赴几千公里以外的北京，去觐见当时年仅14岁的大清皇帝顺治。在布达拉宫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描绘这一历史事件的大型壁画。由此，从元代以来就形成的西藏地方政府与祖国中央政府之间的隶属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而达赖喇嘛的封号也首次得到了清王朝的承认。这就是当年顺治皇帝册封五世达赖喇嘛后留下的金印。此后，到了7世达赖喇嘛在位时期，布达拉宫中开始供奉清朝康熙皇帝的长生牌位。接着，到8世达赖喇嘛在位时期，又供奉了清朝乾隆皇帝的唐卡画像。这是清朝道光皇帝册封11世达赖喇嘛后留下的金册。
宫由此成为历世达赖喇嘛的东宫。拉萨也再一次成为了西藏地方政治和宗教权力的中心。公元1690年，在五世达赖喇嘛圆寂8年之后，摄政王桑杰嘉措开始在白宫中央的尊贵位置修建红宫。这项浩大的工程动用了将近7000名当时最好的工匠，历时4年才得以完成。在红宫第2层回廊的墙壁上，有一组壁画，把整个红宫的建造过程完整地描绘了下来，以传后世。这是在建造红宫前，摄政王召集僧众们做祈祷，而与此同时，护法神吉祥天母在空中刮起了黑旋风，以示祥和。这是当时设在印经院等处的木工作坊、铸工作坊及雕工作坊。这是用牛皮筏从拉萨河的上游运送石块、红土等建筑材料，再由人工送到红山脚下。这是各种能工巧匠们在建造五世达赖喇嘛的灵塔。在壁画里，还详细描绘了在红宫的建造过程中曾出现过的工伤事故，以及为顺利完成工程所做的各种佛事。这是为了庆祝红宫和灵塔的落成所举行的斩佛仪式，并进行了歌舞表演、射箭比赛和摔跤比赛等助兴活动。随后，又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并对所有参与修建红宫的工作人员，按照等级给予了不同的奖励。这里就是红宫的中心——西有纪元满大殿，曾经是举行各种政教活动的重要场所。殿内柱梁上的装饰是按照藏传佛教密典当中关于10轮坛城的教法特别设计雕刻而成。为了对应10轮坛城内壁四周的颜色样式，工匠们分别把绿松石、珊瑚、黄金和珍珠这4种珍宝磨成颜料，然后涂在梁柱上做底色。整座大殿庄严肃穆，是藏式建筑与佛教文化高度融合的艺术结晶。在布达拉宫中，共保存有8座历世达赖喇嘛的灵塔，分别属于5世、7世、8世、9世、10世、11世、12世和13世达赖喇嘛，是红宫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8座灵塔，无一不是金碧辉煌、庄严神圣。其中，5世和13世达赖喇嘛的灵塔，尤其令人叹为观止。5世达赖喇嘛的灵塔，被藏人称为是价值顶得上半个世界的南瞻部洲唯一庄严灵塔。灵塔的塔基、塔身、塔顶，全部用金皮包裹，其上镶嵌各种奇珍异宝上万颗。除了极尽奢侈华美，塔中还藏有佛祖释迦牟尼的大拇指骨舍利等稀世珍宝。位于洪宫中心的13世达赖喇嘛灵塔，是布达拉宫中最晚建造的一座灵塔，也是宫内最大、最精致的一座灵塔。这座灵塔始建于1934年，2年后完工，4万多颗玉石珍宝遍缀塔身，珠光辉耀，华丽非凡。历世达赖喇嘛都建有灵塔，以供后人观瞻礼拜，却唯独没有第6世达赖喇嘛的灵塔，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5世达赖喇嘛于1682年圆寂。当时，年轻的摄政王桑杰嘉措为了巩固地方政权和建造灵塔，擅自封锁了这一重大消息。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这是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一直到1697年，一个门巴族普通农民的儿子，14岁的仓央嘉措，才正式被认证为第5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于是，少年仓央嘉措被迎请进布达拉宫举行坐床典礼，开始了他成为6世达赖喇嘛之后的曲折生涯。据史料记载，仓央嘉措一方面是西藏地区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和宗教领袖，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另一方面，他又被一些人说成是一个离经叛道、沉溺于男女之情的破戒僧。当时的拉萨城里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每当夜幕降临，6世达赖喇嘛就乔装改扮，独自一人离开布达拉宫，去和情人幽会。在这个秘密被人们发现之后，仓央嘉措却依然我行我素，并且把他的情感诉诸笔端，创作了大量清新优美的情诗。在一首后来被广为传唱的诗歌中，他写道：在那东山顶上升起皎洁的月亮，年轻姑娘的面容
时时浮现在我心上。年轻姑娘，在藏语中就叫做玛吉阿米。当时，仓央嘉措在内心之中也并非没有矛盾。他在另一首诗中写道：“曾虑多情损繁行，入山又恐别倾城。安得世间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可是，尘世间毕竟没有双全之法。这位诗人达赖喇嘛，在他坐床后第10年，还是受难于西藏地方势力的政教斗争，被人冠以耽于酒色、不守清规的罪名，而遭到废立，谢送北京。耐人寻味的是，仓央嘉措离经叛道的行为，并没有影响一些出家弟子和在家信徒对他的虔诚。在他们眼里，这些诗歌并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所谓男欢女爱的情诗，而是一些佛教密法修行的体验和比喻。仓央嘉措所做的一切，不过是游戏三昧，貌似放荡不羁，实则清净无染。此后的故事更加扑朔迷离。有人说，仓央嘉措于北上赴京的途中，在青海湖附近，或是因为生病，或是受人陷害而亡，圆寂时年仅24岁。也有人说，他在途中化作清风遁去，从此浪迹天涯，广度众生，最后圆寂在五台山。更有人说，他是在64岁时圆寂于蒙古的阿拉善地区。这种种传闻虽然让人难以信服，但我们却可以从他的诗歌中去寻找他生命最后的轨迹。从布达拉山顶上，圣心所化光辉，照四方。我身化作一贤者，到藏地的北方，在北方，为度无户苍生，离孽障。也许，只有走出布达拉宫，走向广大的世间，他才能完成普度众生的宏愿。自五世达赖喇嘛之后，历世的达赖喇嘛都对布达拉宫进行了不同规模的维修和扩建，经历了近300年的时间，才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由经堂、宫殿、灵塔组成的完整建筑群。每天都有不计其数的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众们来到布达拉宫，他们通过绕转、礼拜、布施等种种行为，表达着他们对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尊重与敬仰。而那些按照佛教传统
在街边行乞的僧人们，则唱诵着佛经，以呼唤人们的慈悲心。他们都知道，1300多年后的今天，在布达拉宫的圣观音殿里，还供奉着当年松赞干布专门从印度迎请回来的时间自在菩萨。据传说，这尊观音圣像是在一株古印度檀香树的树心中自然生成，而非人工雕琢，因此被奉为布达拉宫的镇宫之宝。在藏地的山石上，也随处可见观世音菩萨的心咒，6字真言 Om Mani Padme Hum。由于简短易记，6字真言在藏族地区流传广泛，很少有人不会念这6字真言。在布达拉宫对面的药王山脚下，每天都有信众们在石板上刻写经文，然后聚集成佛塔。据佛经记载，观世音菩萨化身无数，寻声救苦，可以说无时无处不是观世音菩萨的道场。布达拉宫是一座最接近天空的宫殿，它更是一座人们心灵向往的奇美圣殿。